为了测试丈夫是否忠诚、风韵犹存的她，假装拉拉链很费力。结果正如她所预料，原本以为丈夫会像以前那样敏锐，没想到他的反应出乎她预料。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女儿，但丈夫对她的依赖还是很强。当妻子准备出门时，丈夫开玩笑说她打扮得太漂亮，如果有人搭讪，一定要告诉他们已经结婚了。妻子并没有当回事，只当丈夫是在开玩笑。晚上出去帮闺蜜接风，两人喝了点酒，不知怎地，一杯下去就感觉醉了。就在那时，2个帅哥过来搭讪要拼酒，妻子本来想拒绝，但闺蜜阻止了她，毕竟闺蜜还单身。于是询问帅哥们在哪里拼酒，得知是隔壁包厢。闺蜜听后忍不住偷笑，文因酒量不好，已经醉得不轻，她的醉却带来了麻烦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直到听到楼下老公做早餐的声音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家了。她赶快穿上衣服冲下楼，看到老公和女儿在楼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不是幻觉，但她怎么回家的，一点都不记得。她打量着老公的表情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她倒水，但奇怪的是，老公故意在她面前戴上了戒指，但是手上的创可贴引起了妻子的好奇。她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呢？丈夫淡淡的说，不小心切水果时切到了手。妻子试探性的问老公，昨天我怎么回家的？恰巧这时锅里的水开了，巧妙的回避了这个话题。妻子还在等他的回答，丈夫突然想起，今天有个重要的案子需要开庭，赶紧叫女儿去拿书包，顺便送她上学。妻子并没有太在意，但她不知道，这将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次见面。送走老公后，她给闺蜜发了条信息，询问昨晚她是怎么回家的。见闺蜜忙碌，一直没回信息，困意再次袭来，不知睡了多久，被电话吵醒。查看手机，发现6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打来的。尽管她和老公共同开设了事务所，但她只是个名义上的代表，所有事务都由老公处理。为什么负责人会找她呢？听着负责人说车代表还没到，法院已经在等了，她的电话都没接，到底去哪了？所以你快点过来接手这个案子。一路上，她听着负责人介绍案件的详细情况，以便她能胜诉。但就在开庭时，她的委托人突然无故缺席，她只能向法官申请延期开庭。法官把开庭时间延后了1个月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月真是让文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崩溃。回家路上，她不断给老公打电话，可电话就是打不通。旁边的助理提醒说，车律师似乎不太愿意接这案子，他会不会是故意逃避呢？妻子没吭声，心里却默默记下了这事。等红绿灯时，她突然看到前面有个熟悉的创口贴，和老公用的一模一样。她本能的紧跟着前车，助理提醒她注意前方，妻子却只想确认那人是否是老公，费了好大劲才靠近。结果那人戴了顶鸭舌帽，想要再清楚看看时，那车却突然急转弯，拐进了另一条街。她本能的想跟上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晚上闺蜜看到了信息，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她。她听后直起鸡皮疙瘩，女人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资料散落一地。正当她弯腰捡起来时，有人一脚踩在了资料上，这个无意的动作却意外的给她带来了收获。女人原本是个家庭主妇，表面上和老公共同开了个事务所，但所有事务都是老公在管。这次老公接的案子是一个公司打算建度假村，一位居民坚决不卖地，结果被车撞死了。肇事的司机是那公司的女员工，按理说这应该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，但有目击者声称，死者是自己往车前扑的。很快，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突然接到了肇事司机的委托，但他的妻子完全没料到，她的丈夫不仅未出席这次的开庭，而且突然人间蒸发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在开庭之前，她老公完全没有任何征兆，所以她只能替老公收拾烂摊子。她不得不接手这个案子。当肇事司机听说律师有事时，立刻感到不妙，连度假村的老板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指责他，责怪他要抛弃案子。那个脾气十足的目击者让他直觉这个案子有问题。果不其然，在开庭当天，尽管有目击证人，那位女司机还是临时逃离了法庭，她只能申请延期开庭。回家后，她给闺蜜打电话，询问自己昨晚是如何回家的。闺蜜反问她，你不记得昨晚有2个帅哥来搭讪吗？她当时还没醉，有些印象，但事后她就全忘了。难道我们后来还一起喝酒了？闺蜜沮丧地说，还喝什么酒？本来就要成功的，结果你老公突然出现，让你带走了他们。奇怪的是，老公怎么知道我在哪？闺蜜突然提醒她，难道你老公在跟踪你？他是不是担心你外面做什么？想到这，
妻子立刻去检查车内的行车记录仪，果然发现自己醉到不省人事，是被老公带回家的。难道这就是老公生气离家的原因？于是她给老公发了条道歉短信：对不起，昨晚我喝多了，我没和那些帅哥喝酒，别误会，快点回来吧。等我一觉醒来，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，以为是老公回来了，我立马下楼去看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婆婆。婆婆看起来很淡定，她让我吃早饭，谁知道事务所里已经乱成一团，家里也被翻得乱七八糟。看到眼前的白警官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毕竟我们以前是死对头。白警官还带着嘲笑的笑容，调侃曾经的检察官：这里丢东西了吗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还是告诉他我老公不见了。这时突然接到银行的电话，听到银行的催款，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于是我查看了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发现公司严重亏损。事务长告诉我，公司的租金已经好几个月没交了，连员工的工资都拖欠了3个月。这些事我竟然一无所知。当我一头雾水时，之前逃跑的委托人突然秘密找到我，一见面就问我老公回来了没有。听说我老公还没回来，委托人断言他肯定是逃跑了，果然是个只为自己活命的背叛者。我听不懂什么是背叛者。这时委托人才说出事情并不是他做的，我之所以信你老公，是因为我替他背了黑锅。他一声不吭就消失了，是什么意思？突然委托人注意到我的身后还有人，这让委托人立刻意识到了什么。文英其实和那帮人是一伙的，这让文英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此时的委托人完全不信任他了，于是立刻转身就走。但没想到一路上有辆摩托车紧跟着文英，他尝试追上摩托车上的人，于是他挡在摩托车前面，直接堵住了摩托车的去路。他想看看这个人究竟是谁，摘下头盔一看，竟然是证人杜振宇。他想问杜振宇为什么要跟踪他，还说你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要做伪证的证人。杜振宇却怒斥这一切都是你老公的错。突然间文英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是叫她去确认老公的尸体，说是你老公的车子掉下悬崖了。她赶到现场时，恰好看到老公手上还戴着的戒指，她不敢去面对这一切，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她现在有多伤心，你们根本不知道。她的恨意也随之加深，她这辈子从未如此绝望过。昨天老公还好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临走前还开玩笑说晚上要好好相处一下，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。再次见到丈夫时，她已经成了灰烬，但她手上的戒指，她还是认出那是他们的结婚戒指。当老父亲赶到现场，看到儿子这样，简直无法接受，他嚎啕大哭，而婆婆则吓得双腿发软，坐倒在地。警方进行了 DNA 比对，确认死者确实是他们的儿子。车辆因坠崖引起车内起火，如果有疑问，我们可以进行尸检。听到这，做母亲的坚决反对，我的儿子已经够惨了，不要再破坏他的身体了。父亲最终也同意结案了，但妻子一听这决定就不同意，坚持要求做尸检。我想弄清楚确切的死因，于是他特意去找案件的负责人，要求尽快进行尸检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婆婆突然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没想到婆婆直接拉他去停尸间，让他看看你丈夫现在的状况。这让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父亲也是躺在同样的地方，紧接着他就晕倒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医院。与此同时，公婆已经在准备火化儿子的尸体。当妻子赶到时，已经太迟了。火化进行了，这意味着她丈夫的死亡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她却不知道，不远处一个年轻人觉得事情很可疑，而且她老公还留下了一封遗书，在信里说自己是个胆小鬼，不敢面对未来的生活，不指望得到你的原谅，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生活，请照顾好我们的女儿。回家后，一堆催款信让她头疼，文英感到非常头疼。突然，公司的事务长告诉她，金允善的案件已经结束了。文英不解，案件不是还没开庭吗？得知金允善因为交通事故昨天已经去世，法院决定此案已经结案。文英越来越觉得事有蹊跷，她当时对老公的憎恨表情，还把老公骂作背叛者。作为金信企业的一名员工，公司竟然在1天之内就处理完了所有的慰问金赔付，这种速度实在是诡异。其实那场交通事故后，小伙子也感觉事有蹊跷，但金允善已经去世了，于是他特意去了金允善的家，掀开窗帘往屋里望了望，试图找到什么破绽。突然他发现也有人来到了金允善的住所，他赶紧躲到一旁，得知是罗文英派来调查的。他本来想直接离开，结果被那人发现了。很快文英就知道当时的证人是都振宇。都振宇在死者家门口晃悠，这让他想起马部长的那种眼神，感觉这是肯定有问题，可能还和自己老公有关。于是他去金信物厂找马部长，马部长显得很不欢迎。当那女人问及金宇善的死是否人为，为什么原本只是证人的都振宇
会去金羽善家。马部长突然大发雷霆，一个连自己老公都看不住的人，还管那么多闲事，还是回去管管你老公的烂摊子吧。出去后，文英总觉得马部长和她老公之间有些不明的勾当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注意到公司开业时的剪彩照片，照片里不仅有她老公，还有当时的法官。怪不得法官开庭时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了1个月的延期。回家后，她仔细分析了人物关系，觉得只能从证人都振宇入手。从他的话语中可以证实，他知道这一切的内情。但回家后，她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不寒而栗。她突然收到了已故丈夫寄来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双高跟鞋。奇怪的是，她很少穿高跟鞋。她拿起了随鞋附来的信封，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她没有多想，立刻行动。她打开鞋柜，从上到下仔细查看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相同的鞋盒。打开鞋盒，里面满是钞票，吓得她心惊胆战。鞋盒里还有几个准备好的信封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丈夫为她购买了保险，而且受益人是她。不仅如此，还买了好几份。她本能的反应是丈夫用自己的死来为她换取保险金，这表明丈夫对她的爱有多深。她没想到，第2天她就把这些保险单交给了公公，表面上责怪儿子无能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帮助事务所还债，但言语之中，她其实是在让儿媳放弃继承权。文英告诉她，她对保险金不感兴趣。她更好奇的是，丈夫处理的最后一个案子与金姓家族的公司有何关联。她不知道，一直在屋内偷听的婆婆已经紧张到说不出话来，而公公的态度也变得很奇怪。他提醒儿媳，他的儿子已经去世，即便知道了真相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但他们忘了，他曾是一位执法13年的检察官，探查可疑事件是他的天性，更何况这是关她的丈夫。其实这些保险单的出现，反而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她接到女儿出事的消息，她急忙赶到医院，发现女儿只是轻微擦伤。她又一次教育女儿，过马路时要看清楚信号灯，绝对不能乱跑。老实跟她说，她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不小，因为她一直在喊爸爸，一心一意地冲向马路。没想到女儿无意中喊了一声爸爸，给了这个老师一个机会。回到家后，妈妈特别安慰女儿，虽然爸爸不在了，但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。女儿却说她真的看到了爸爸。这时文英还没意识到不对劲，毕竟她父亲去世后，她也曾有过这种幻觉。为了让女儿快点走出失去父亲的痛苦，她决定好好管理事务所，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。她连夜整理事务所文件，意外发现杜振宇曾是老公的委托人，老公曾帮她打官司，还是过失伤害案件。奇怪的是，老公最后的案子是交通事故，他竟然作为目击证人出现，这真的巧合吗？他和马部长的关系似乎不寻常，联系不上杜振宇，文莹只好给他留言，希望能见一面。文莹想到了那些底层人的事，她想用钱换取真相，其实她也在犹豫。文英等到了晚上，最后收到了杜振宇的回信，我们约好在海岸村4街46号见面。这个地址后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杜振宇骑着摩托车也往约定地点赶，突然他发现有车紧跟在后面，那车甚至试图撞他，他躲闪时撞到了路边的护栏，没想到那车也停了下来，对方还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什么东西。杜振宇一看，吓得立刻跑开，对方扣动扳机，幸好没打中他，没想到那人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还爬过了护栏。就在这时，文英的车也开到了这里，他一眼就认出地上的摩托车是杜振宇的，于是他慢慢的下车，然后悄悄躲到一边观察。突然一声枪响，文英吓得腿都软了，因为天太黑加上距离远，他根本看不清持枪的人是谁，他完全不知道那人竟是他不久前去世的老公。车里还坐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，年纪轻轻就守寡，所以他每次回家都特别小心，确认周围没人后，他才敢输入密码进屋。虽然他有个女儿，但他总感觉家里冷清清的，可能是因为心疼女儿也像他一样，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父亲，于是他就把女儿抱在怀里，想用这种方式填补心里的空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然感觉家里似乎有人，当然这也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于是他下楼去查看，打开屋里的灯，最终发现家里其实没人，以为自己太过敏感，于是关了灯，正准备上楼，但突然一点都不困了，索性倒了杯水来镇定一下。他却不知道家里真的有人，女人的直觉却告诉他，家里似乎有危险的气息。他在黑暗中凭直觉走向几个房间，突然被人撞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人已经逃走了。他此时惊恐万分，他之所以如此警觉，因为昨晚他亲眼看到了一起事件。他原本被邀请到乡下谈事情，
发出邀请的是都振宇，都振宇也在去约定地点的路上，没想到半路被逼到了护栏边，他还没离开，对方就举起猎枪瞄准了他。正巧他路过，听到了枪声，尽管已经极度害怕，甚至不知道持枪者是谁，但他认出了地上的摩托车是振宇的，他只能大声喊出自己的恐惧，恐惧中的一刻感觉如同一生。看到对方离开他，才稍微安心。但此时的都振宇已经受了重伤。当文英问他谁是开枪的人时，没想到这个答案让文英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竟是她去世的丈夫车承载。文英还没反应过来，都振宇就晕过去了。但没想到这家伙第二天一大早就逃走了。文英知道他可以逃走，但逃不了长久，毕竟他的车钥匙还在这里。于是他去了昨晚本应会面的地点，但这里除了几只流浪猫根本没人。但这到底是谁的家？他从信箱里拿出了信件，信里除了广告，意外发现了老公的一个秘密。原来他们车雄事务所还有个基金会，竟然还和金星物产公司合作，一起开发度假村。这个区域正是他们的开发项目。他特意向村委会咨询了情况，了解到这两家公司不仅帮助村民解决住房问题，还提供了一定的赞助。你问的地址是参与救助的黄泰珠家，没想到这其实是都振宇的计划，故意让文英知道这个人。回家后，他开始调查和度假村相关的人。奇怪的是，包括女员工金允善和黄泰珠，连她的老公车承载也在内，他们要么死亡，要么失踪。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？突然发现都振宇擅自来访，明知他是来取钥匙的，文英怎会轻易给他？他的要求很简单，只想弄清真相。都振宇告诉他老公没死，还说老公为了灭口射杀了他。文英急忙反驳说，你一定看错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为何要杀你？振宇不愿多说，只留下3个字，黄泰珠。他失踪后我报了警，警察来后我感觉有人在暗中观察我，完全没想到你那已故的老公穿着黄泰珠的衣服。虽然没抓到别人，但我100%确定我没看错。说直白点，摔下悬崖的很可能是黄泰珠，不是你老公，所以你老公应该还活着。刚刚得知女人去世了，丈夫当天回到家，突然发现屋里有一双男鞋，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还是尽力保持镇定进了屋。当他看到来访者时，他大吃一惊，世上怎么能有人大白天呢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他警告对方这是侵入罪，快点从这里消失。对方却丝毫不慌，甚至拿起鞋盒反问你老公拿走了我70亿，这里只有5亿，那剩下的65亿到哪儿去了？文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对方严肃地让他别装傻，既然能在你家找到5亿，就证明你知道这笔钱，然后警告他1周内把你老公吞下的钱完整还给我，不然你女儿什么时候能回家就不好说了。这话一说出，文英立刻慌了，他冲出门去，正好看到那人的手下把他的女儿带回来，而马部长也是被逼无奈。得知那笔钱可不是小数目，他不知道一个急躁的母亲会有多可怕。他赶到事务所，记得当时在整理的资料有份70亿的工程合同，他打开一看，竟是老公和一个叫金宇植的人签的。可他清楚地记得，金宇植曾是他们的临时住户。说实话，他就是个穷光蛋，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公司？更别说签下了70亿的大项目。很明显，这70亿是黑钱，只不过是利用空壳公司来洗钱。他又回想起来，都振宇坚称她老公还活着，那个从悬崖摔下去烧焦的人，很可能是他的兄弟黄泰珠。他和黄泰珠因为都受过你老公的帮助，所以非常信任他。那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你老公在扶着喝醉了的黄泰珠，知道泰珠哥喝多了就那样，他想过去帮忙。你老公说要带他去医院打醒酒针。第二天我去找泰珠哥，他不在了，于是他去了每家医院找，但没有任何医院登记了这个人。巧的是，你老公突然去世，还被烧成了焦尸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当时他不敢相信这是老公做的，因为他认识的老公，连路边的流浪猫都会忍不住带到宠物店去。听文英这么夸奖老公，振宇忍不住好笑，反问文英：“你知道你老公平时和马部长去打猎吗？麻烦你清醒点，别被你老公的外表迷惑。”为了证实振宇的话，她马上翻找老公办公室的照片，果然找到了2人打猎的合照。然后她找到了闺蜜，请她帮忙一起查找，重新对已故老公进行 DNA 检测。很快，她收到了检测报告，果不其然，正如振宇所言，那具烧焦的尸体根本不是她的老公。这也就意味着，黄泰珠的死跟老公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这份报告已经足够证明一切。婆婆当初提供的是黄泰珠的 DNA， 也就是说，婆婆早就知道这一切。她现在只想知道承载到底在哪里。
婆婆却死不承认。既然婆婆不肯说话，那她只好去问公公。没想到婆婆这时突然慌了，但她不明白婆婆为何害怕，于是只好如实告诉她。在皇太朱家，她又一次来到了46号。这次皇太朱家的门敞开着，她没想到这次进去会让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转折，甚至揭露了丈夫的另一个震惊秘密。女人大胆地推开了陌生人的门，她听说她已故的老公可能住在这里，尽管心里害怕，但她必须确定老公究竟是人是鬼，所以她小心地检查每一个房间。就在她紧张到极点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开门，她在心里默念千万不要是老公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那个本应被烧焦的老公完好无损地站在她面前，看着老公慢慢走近，她情绪终于爆发，一边怒斥他怎么还活着，一边又忍不住抱住他。但妻子突然反应过来，既然你还活着，那我所看到的尸体是谁的呢？难道真的是你杀了皇太朱吗？他无辜地解释说他没干那事，他那天喝多了，我帮他送到医院去，但他在半路上就不行了。他本来就有严重的呼吸麻痹症，医生早就警告过他不能喝酒。妻子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换尸体，假装自己死了。丈夫说是被迫的，本来和马部长合作开度假村，没想到那家伙暗中挪用了70亿，他让我帮忙洗钱，事情就此失控。他抓住我的弱点，让我做了很多事，比如那次度假村的车祸死的是胡老头，还让我帮公司的一位女员工找个目击者，我找的是都振宇。可是这家伙从1亿狮子大开口到5亿，为了事情能顺利处理，我只好妥协，但越想越觉得不对，于是我选择了假死，不想再继续犯错。妻子疑惑为什么你要朝都振宇开枪，老公解释说是因为另一种原因。都振宇发现我还活着，他又开始威胁我要更多的钱。振宇在混乱中不小心自伤，所以即使知道我还活着，他也没有去报警。妻子还有个疑问，你妈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因为事情紧急，我妈离事发地最近，所以才让她来帮忙。我还特意在家留下了线索，用你的智商应该能查出这是黑钱，这样就能控制马部长。关于那份保险金，我真的是怕有一天马部长真的对我下死手，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句。这话彻底惹怒了妻子，虽然丈夫解释得很清楚，但她感觉丈夫变得好陌生。本来想马上离开，丈夫却让她冷静一下，其实他只是不想让秘密曝光。两人争执中不小心发出了声响，正好被路过的光头听见。门外的敲门声让他们俩都慌了，幸好光头只是拎着菜没进来，不知道是对他失望还是觉得不幸，于是他把关键的 U 盘交给了他，说这是保护你们母女的最后手段，如今只能以皇太朱的身份生活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此时的都振如狗急跳墙，想让警方顺藤摸瓜找到车承载。他谎称那晚枪击他的是皇太朱，声称自己几天没在家，不信的话我们去看看。他迅速带着白警官去了乡下，检查了电费和水费，都没留下使用痕迹。振宇却故意提醒，这里怎么这么干净，好像有人在打理似的。看来他们是在找皇太朱。路过的光头提醒他们，那家伙昨天又带了女的回来，不知道玩的什么游戏，动静都很大，我都不好意思去打扰。话虽无心，但听者有所思。振宇立刻明白了意思，于是他特地找到文英，问他是否见过你老公。没想到这对夫妻还挺默契，幸好他还算机智，报警让警察来调查皇太朱。到时看警方找到的是皇太朱，还是她的老公。车子载着妻子，他有些害怕了，但他知道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，一定要准时去接孩子放学。不是因为怕孩子生气，而是你永远不知道会有谁注意到他。幸好这时候有辆车驶来，那个男人没能得逞，因为他认出那是女孩的老师，还是女孩的邻居说是接到他妈的电话，他妈有急事，叫我先带你回家。女孩完全没有怀疑，直接上了老师的车，却不知这个老师并不简单，甚至比那个年轻人更厉害。但女孩更没想到，在他们家附近有人不怀好意，已经在他们家周围守候了半天，看准女孩一个人在大门口的时机，她开始准备行动，心里想要怪就怪你生在这样的家里。不久，母亲急匆匆回到家，正巧看到女儿在不停地哭，甚至还有个男人用糖果哄她。下车后，她一把打掉男人手中的糖果，而那个年轻人真的是来安慰女儿的，他还真的说是另一个叔叔告诉他，4天后我妈妈就会抛弃我。这话让母亲很震惊，直到身后的车鸣笛，她这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原来他是马江的手下，而马江在他家里找到的5亿，让她确信她知道她老公拿了她的70亿，要求她1周内交出剩下的65亿，否则别怪我拆散你们母女。但今天她刚见到本以为已死的妻子，她坚决不能交出那65亿，那毕竟是一笔黑钱，原本是交给我来帮她洗的，
现在她不交出来也是没办法。首先她不敢去报警，其次就算你把东西交了，她还是不会放你一马。马江这个人太狠了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拆迁户，死活不肯让步。他不仅把人痛打了一顿，甚至在离开时看到那人死缠烂打趴在他车上，他先是倒车，然后猛踩油门，故意把人碾死。车上的女助理吓坏了，本来想立刻打急救电话，却被马江阻止了。然后他叫文英的老公去劝那女助理扛这个罪，说公司会处理他挪用公款的事。文英的老公作为律师，可以为他辩护，还能帮他找证人，确保他不用坐牢。但没料到，后来那女助理车祸死了，老公的车掉下悬崖，被烧成焦尸，而都振宇却发现她老公还活着，但他的兄弟黄泰珠却消失了。这时候，马江发来了一条又一条的威胁短信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，迫使他交出65亿，否则4天后你就见不到你女儿了。于是他请检察官闺蜜吃螺蛳粉，提醒她明天会很忙。在约定还钱的前一天，他去找马江，马江以为他是来还钱的，没想到文英递给他一份诉状，他擅闯寡妇家，索赔70亿。文英口头上说，如果官司赢了，我就不欠你钱。马江提醒他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如果拿不出这笔钱，要么是我死，要么是你死。文英并没有把这话当回事，直到第2天开庭时，文英拿着民事诉讼书要求马江赔偿70亿，连法官都觉得好奇，私闯民宅的案件从未有过这么高的赔偿金额。没想到文英突然放映了一段视频，视频是他曾经撞死蒲老头的监控录像。这一下子马江慌了，原来文英的目的就是让马江上庭，然后揭露他故意杀人的罪行。原来文英的老公留了后手，附近有辆停着的卡车，在与老公秘密见面时，老公偷偷给了他这个，以备不时之需用来对付马江。很快民事诉讼转变为刑事案件，案件被交给了检察院处理。本以为马江的事情已经解决，可以等着老公回来自首，但完全没想到女邻居热情邀请他中午到家做客，文英也就答应了，没多问。谁知这不只是个普通的邀请，而是一场出人意料的结局。孩子刚放学，母亲急着去接，特别担心孩子出事。这不是无的放矢，因为今天他才意识到，他身边竟然围绕着一群疯子。原来女邻居的热情邀请，他本以为这是好邻里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女邻居颜珠实际上是披着羊皮的狼。表面上是邀请大家到家里来玩，其实是要让文英放下戒心，然后以答谢为理由，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。他准备了4份礼物，唯独文英没有。出乎意料，颜真却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礼物。大家都收到了甜点，但文英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之前失而复得的5亿现金。这不是被马江拿走了吗？她很快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说牢里的马江已经死了。从颜真的表情中，她看出这事和她脱不了关系。在把大家支开后，她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。文英接过东西，发现是她老公车承载。虽然知道老公没死，但颜珠怎么知道的？颜珠到底想干嘛？原来她是马江的手下，现在却听颜珠的命令。直到看到老公被绑的视频，妻子这才明白他们的手段。她立刻想到，牢里的马江难道是你杀的？颜珠没有反驳，她只是简单的承认了。她的要求很简单，只想让她完成老公没完成的事。回家后，她立刻给老公的秘密手机打电话。奇怪的是，这次没人接，但铃声却是从包裹里传出。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打开后果然是个熟悉的礼盒，还找到了一部老公的手机，手机上有明显的血迹，还有老公被打的照片，这让她坐不住了。于是她又去了颜珠家，问她到底想做什么。颜珠的要求很简单，只是让她帮个忙跑个腿，把袋子里的钱交给约定的人。文英也不是傻子，她要求先看到老公是死是活。很快就被车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，终于见到了她的老公。这次见面让她下定了决心，她从没见过老公这么狼狈，脑子里现在全是疑问：到底何颜珠是谁？还有马江和她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隔壁？但老公提醒她，千万别信那个女人的话，更不能按她说的去做，还是逃跑比较好。夫妻俩话还没说几句，就被强行拉开了。看着老公被折磨成那样，妻子怎能见死不救？于是她按照颜珠的指示去跑腿，到了废弃工厂的约定地点，那里已经有人在等着。原以为会是复杂的交易，没想到对方只是清点了一下数量，还提醒我们，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以后可能需要互相帮助。文英还不知道，她已经走上了别人设计的不归路。按照约定，她一晚上焦急地等着老公回来。突然门外传来了动静，她紧张地走去开门，真的是老公回来了。她心疼地把老公拉进屋里，
这一刻，他觉得一切都值得了，但他没想到这一切其实是个骗局，因为颜珠还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给他。全家终于团聚，正在沉浸在幸福中，突然颜珠发来一个视频。看完视频后，文英彻底崩溃了。原以为死而复生的老公，不得已才做了那些蠢事，没想到他们全家都疯了。她的可怜女儿该怎么办？她惊恐地发现，老公和他的家人都疯了。如果不是这个视频，她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有多残忍。所以，当她看到他们给女儿喂牛奶时，本能地上前阻止，把牛奶打翻，把女儿抱在怀里。她的行为把全家人都吓傻了。于是她只能装镇定地解释，女儿最近消化不好，晚上不建议喝牛奶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第一次不敢和老公同床，因为此时她已经相信都振宇的话了。你的老公真的不简单。都振宇总说她老公没死，她一直想知道这人到底想要什么，所以她建议别太插手这件事。我会给你钱，但振宇直接拒绝了，说他不是为了钱，还让她转告老公，让他遵守他们的约定。文英越来越好奇，老公跟她提过，都振宇找麻烦只是为了钱。于是文英好奇你们之间有什么约定，但振宇根本不信。你老公那样厉害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被绑架？别把你老公想得太脆弱。他答应帮我找回我女儿，我才一直按他说的做了很多事情，结果没想到他在耍我。当时他还半信半疑，直到邻居颜珠发给他一个视频，他不只是打了无辜的皇太珠，而且婆婆和老公还合谋害了这人。丈夫明明跟他说他是好心把喝醉的皇太珠送医院，结果人半路就死了。没想到为了换个身份，老公和妈妈竟故意杀人。她越来越弄不懂自己的老公，所以第二天她迫不及待地去找老公问清楚，为什么要把杀人的视频发给我，而不是直接给警察？难道还想威胁我做什么？颜珠看起来很同情，为了让她放心，竟然把视频放微波炉里，把证据销毁了，还说自己不会再管这件事，因为接下来我就看我们正义的罗律师怎么保护你老公。颜珠本来想做看好戏，但她却惹上了不该惹的人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。没想到晚上文英就提议老公自首，因为警方已经知道程在还活着的事了。老公正打算怎么劝妻子，突然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出现了。妻子试图解释振宇之前那桩枪支案，老公马上打断他，说振宇的话一点都不可信，他显然心里有鬼。振宇一掀衣服露出伤疤，愤怒地指责他想杀人灭口。就这样让寻找皇太珠的事结束了。程在还在死不承认，坚称自己不知道皇太珠的事。这时妻子拿出了那段视频，视频记录了皇太珠被杀的全过程。母亲吓坏了，程仔二话不说就开始暴打振宇，以为是振宇偷拍的，直到妻子说这是女邻居颜珠给我的，程仔立刻露出杀气。女邻居好像知道程仔会来似的，门都没锁，让程仔直接进来。本以为程仔会杀了颜珠，没想到下一秒两人忍不住开始互相纠缠。文英在外面看到这一幕完全没想到他们之间是这种关系。原来马江临死前说过，他们只不过是配角，只是陪某人演戏，其实就是成全那对狗男女。女邻居的真正目的是想让文英放弃她心目中好老公，但他们大大低估了文英的脾气。只见她一脚油门直接朝两人撞了过去，两人万万没想到，看似懦弱的文英会和他们同归于尽。女人仅用一个台灯就让隔壁的老王停不下来，突然间灯光照在了他们身上，一瞬间就松开了互相咬合的嘴。而这一幕正大光明地保护了瑶。车里的妻子气得青筋暴跳，立刻失去了理智，猛地踩下油门冲向他们。原本以为妻子想要一起死，没想到她只是想吓吓他，但这样还是不够解气，于是拿起地上的高尔夫球杆朝着老公痛下杀手。可这老公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回手给了妻子一个耳光。妻子也不甘示弱，回了一个。气愤的妻子放话说，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丈夫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旁边的颜珠头提醒他现在是杀人未遂。孩子不想多说，只是静静地摘下戒指扔了出去。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。他们完全没注意到女邻居得意的表情，看着妻子的背影。老公知道妻子不会就这样放过他，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。女邻居还在赞扬老王，你老婆反应真是够激烈的。老王却很好奇，你为何要把我的杀人视频发给他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颜珠只说了个嫉妒，男人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嫉妒，不知道女人口中的嫉妒含义更深。老王哦了一声，没太理解，提醒他以后不要随心所欲，别破坏我们的计划。颜珠突然话锋一转，说他只是想借这次机会，让你和你老婆彻底断绝关系，绝不让他搅局我们的计划。
第二天，文英就找到了都振宇，得知她原本找老公是为了寻女儿，而老公根本没打算帮忙找人。找人这事，对他们律师来说轻而易举，最后帮他找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女士。都振宇对这份恩情记在心上。现在，当文英询问关于女邻居及其老公的事，振宇说他早已了解情况，得知颜珠绑架了车承宰，原以为他们已经分手，没想到他们其实演了一出戏。本来我是想接回女儿的，但孤儿院说孩子现在很幸福，所以我觉得这就够了，没机会做更多。为了报答你，我愿意帮你对付你的老公车承宰。他故意拿出准备好的信封，一张张交给权威记者。这边文英不停地发帖，举报车雄律师事务所里的车承宰，揭露假死的真相。新闻一时间满天飞。关键时刻，妻子站出来发声，还让丈夫别躲藏。为了孩子早点投案，妻子在电视前挑衅，逼他现身。丈夫一时不知所措，没想到颜珠有个坏主意，这个主意能一举两得。然后递给他一个 U 盘，这 U 盘却弄巧成拙。新闻再次铺天盖地，说是老公刚刚去世，妻子忍不住和小鲜肉搭上了线，两人在家里多次见面。三个人分析老公为什么那么急着掩饰，感觉他们肯定另有目的，好像是在争取时间。为了防患未然，妻子把颜珠发的视频给了警察，视频能证明老公对失踪者黄太极行报，被摔下悬崖烧焦的尸体很可能就是黄太极。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公然露面，甚至还能洗脱自己的罪名。女人每次回家总觉得房子像是被诅咒了，让她内心极度不安。突然被身后的大爷打断了思绪，他问我为什么不去看他，请我帮忙联系一下。突然有人在背后叫了一声会长文英，文英马上躲开，知道女邻居不简单。她开始仔细观察两人的关系，显然大爷精神状态不佳，但文英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从女邻居那贼眉鼠眼的表情就能看出，她肯定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。自从上次发现老公和她的关系后，她就知道这女人不简单。那她和老头是什么关系呢？于是根据女邻居刚才叫的一声会长，她立刻去查了资料，竟然发现老头原来是金信物产的前会长崔武。然后三人再次分析，一个会长怎么会出现在颜珠家里？闺蜜一针见血地说，显然是老牛吃嫩草。文英立刻明白了一切，表面上是会长的情妇，实际上暗地里给老头下药，让他精神状态忽好忽坏，这样颜珠和她老公就能有机会在一起。这背后肯定另有目的。其实文英已经向警方透露了老公假死的事，甚至可能还提交了涉嫌杀害的视频证据，但白警官说现在死无对证，烧焦的尸体如果是黄太珠的，也无法进行 DNA 检测了。尽管尸体还保留原貌，但黄太珠的家已经拆迁，无法提供她生前的任何物品。没想到她一出门就看到老公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家面前，甚至还主动去警察局说明情况，言辞之中自诩为受害者。警方要求解释，你和你妈为何要害黄太珠？没想到承宰说是被马江威胁的，马江为了洗钱盯上了流浪汉黄太珠，然后让我负责，最后把黄太珠送过去，如果不听他的就会杀了我。我妈妈为了保护我才帮忙的，至于黄太珠后来怎么样了，我们也不清楚。马江白警官明白了，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死去的马江身上，又是一个死无对证。我也很郁闷，我只是害怕马江会伤害我，所以就去朋友家暂住了一阵。你们就以为我死了？白警官被顶得说不出话来，这也让车承宰完美的重塑了自己的身份，重新站到了大家面前。一到家，他们就讨论起来，这几天要怎样把钱转到黄太珠的空头公司账户，然后不留下任何痕迹。两人打算离国，开始新生活，想想就觉得美好极了。不过在离开前，他这个爸爸还算有良心，带女儿去吃了顿丰盛的晚餐，还试图从女儿那里套话，问她是否喜欢国外的生活，把国外夸得天花乱坠。突然女儿看到妈妈来了，可一旦妈妈来了，他就直接让女儿回家，完全不顾这渣爸的面子。但女儿回家后特别生气，她想和爸爸一起离开，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妻子意识到了不对劲。而那边的老会长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他身边的小三要对他下手，表面上提醒他说是时候打保养针了，其实那针根本不是保健的。等药效发作时，颜珠用老会长的指纹开了他的账户，他纠结了一整夜，最后决定冒这一次险。按照原计划成功转走了800亿，按照他们的计划，他们各自行动。车承宰看到钱打过来后，就先一步去国外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次机会竟被自己的女儿破坏了。男人试图打开保险箱，结果发现自己被小喽啰耍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女人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老相机，
这两个人一直都很本分，明确了他负责转移公司的800亿，直接转入公司账户。资料一到，助理就带来了，跟着男人一起出国取钱，迅速的按计划行动。但在买机票时，一直保持警惕的眼神，密码箱始终在助理手里。两人准备登机，故意慢了一步。这时助理被人撞了一下，这一撞就引发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警方突然冲进机场，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。心虚的两人赶快撤离。男人还不清楚，只是女儿无意中说了，爸爸要带我出国过好日子。孩子虽不明白，但妻子知道老公有大动作，她马上找到白警官举报，亲眼看到老公用猎枪打伤了都振宇，而且失踪的黄泰珠一定是老公干的。白警官询问他的意图，文英示意他立刻去机场截住老公，他可能利用黄泰珠的身份逃出国，一旦他出国，我们就束手无策了。现在必须阻止他出境。听后，老白立刻前往机场，文英也没有闲着，和振宇一起去见关键人物崔浩植，他是隔壁老头的儿子。不是的，那天他看到女邻居叫他会长，不会这么容易就找到他。仅凭老公突然要出国，他就断定了颜珠和老公一定弄到了老会长的钱。他儿子一听这消息，立刻让财务检查老头的账户，得知程在背后捅刀子，颜珠气坏了。他想立刻过去找程在算账，但一出门就被警察截住。他秘密的转账行为被发现了，原来他是老会长公司的常务董事，因涉嫌贪污和诈骗被逮捕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文英露出胜利的笑容，但颜珠却给了他3个字看最后。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。文英以为他指的是老公回心转意的事，没想到颜珠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出乎他的预料。而在机场这边，老白果然查到了黄泰珠订的机票，这意味着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车承宰。车承宰这时候正打算逃跑，刚好被都振宇看见，警方随即展开全力追捕。这场追逐持续到了深夜，从他的逃跑路线来看，他是逃不掉的。果然无路可逃的他只能硬着头皮迎战。他先把冒用的黄泰珠身份证件烧毁，然后在人们赶到时，他装作无辜问为何追他。白警直言不讳地说，你打算用黄泰珠的身份逃出国吧？戏精上身的承载装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是来追捕黄泰珠的。他说话挺有底气的。振宇立刻注意到旁边的火堆，一脚踢倒了承载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果然都振宇发现了被烧毁一半的护照，真是郁闷，已经分不清是谁的了。关键时刻他竟然毁了证据。承载总算是松了口气，但奇怪的是，颜珠竟然让文英当他的律师。文英这才明白，老公之前的绑架全是他们自导自演的，逼他去做交易和贿赂，把柄在人家手上，不得不当颜珠的律师。颜珠只是在试探他，看他是不是只为自己，会不会放弃正义。完全没想到，事还没开始，白警官就让颜珠回家了。精心误产的大儿子已经撤诉，文英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。颜珠这样做到底为什么？连承载也迷糊了。颜珠明知有错，还想私奔，对方竟然撤诉了。谁知这一切都是局中局。女人假装对男人百依百顺，她夹了块肉，却没夹稳掉在桌上。女人紧张地看着男人，男人表面上看着很淡定，他又夹起掉落的肉，提醒他这块肉很好，即使掉在桌上，捡起来还是很美味。看着递过来的脏肉，女人懂了，自己是被派来伺候老爷子的，只要照顾好他，让他变得无法判断，但千万不能动他的钱包。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你擅自行动，但如果有下次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文英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，原本以为颜珠这次得坐牢了，没想到他的背景那么硬，原来还想和颜珠风流快活。承载也是摸不着头脑。从警局出来后，颜珠第一时间去医院把会长接回家。会长特别喜欢颜珠，就是因为颜珠那甜言蜜语，把老会长哄得服服帖帖。颜珠异常地带老会长去看海，老会长虽然半清醒，却紧紧拉着颜珠的手不放。颜珠感叹一番，其实我一直把你当作父亲，知道你待我不薄，但你昏聩时才这样，清醒了就先找你儿子。看来我还是比不过血缘，不过没事，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。老头其实也没那么糊涂，他很清楚结局会是怎样。晚上回家时，发现车承载在家等着，显然他有很多问题要问。年珠把老会长安顿好之后，承载忍不住了，问会长的大儿子崔浩植为什么撤诉，还有为什么会在警局，你为什么要委托我妻子当律师？颜珠突然大发雷霆，斥责他野心太大，如果要假装和我好，你也得表现得像点。承载现在不在乎爱不爱，只是好奇崔浩植怎会轻易撤诉，让你独吞那800亿，那你和那家伙谈定了啥条件？颜珠只是随意地看了眼窗外，
索性就把窗帘完全拉开了。程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果不其然，看到对面的女儿正盯着他，他吓得赶紧躲开。颜珠边骂他胆小鬼，又故意把窗帘拉下，这一幕让人遐想无限。虽然女儿才8岁，但现在的孩子都挺早熟的。母亲恰好过来，问女儿为啥脸拉那么长。孩子很机灵，先是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。母亲本来想撒个谎说爸爸忙，被女儿问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直到女儿指着隔壁说，爸爸被隔壁阿姨带走了，我刚在楼上看到他们了呢。紧接着文英气冲冲地去敲邻居家门，颜珠挑衅说，你老公躲在我家楼上，我也不好意思报警，丢脸对吧？这时老公却主动出面，文英大声斥责他，有必要在孩子面前炫耀你们之间的恩爱吗？程在刚要解释不是孩子看到的那样，突然振宇准时到达，老公话锋一转，反讽妻子，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去。文英本不想掺和，拉着振宇就走。颜珠一脸没看到好戏的失望，她却不知道这让回家的文英更觉得有问题。老公虽然是个渣，但他明白不会在孩子面前做那种事。他们私奔没成功，问题出在哪里？程在好像也被蒙在鼓里，看来颜珠做这些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因为婚外情，他的目标是我。老头子虽然半身不遂，却意外地得到了美人的青睐。他们已经和睦生活了2年，但这女人有个习惯，喜欢给老头戴耳机。这一次他知道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老头似乎有了预感，他叫住颜珠，然后摘下耳机。要知道老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痴呆状态，但突然他告诉颜珠忘掉所有事，这简单的一句话，显然老头已经猜到他要对他做什么。奇怪的是，老头并没有责怪他，反而习惯性地戴上了耳机。这一刻颜珠忍不住了，他鞠躬，因为他必须这么做。现在和车程仔闹翻了，他打算收网了。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他必须狠心一些。他在心里默念，如果有来生，他愿意偿还老会长。昨晚文英发现了，颜珠做这些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得到她老公，因为她老公看起来也被耍得团团转。所以文英一大早就开始监视颜珠，但这次助理换了辆车，于是她特别留心，派人去查。很快她的闺蜜帮她查到是颜珠父亲何在洲的车。文英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程在得知颜珠去总部开会，程在本以为这是个好机会，可以接近老会长，试图套出他的话，但他不知道都振宇一直在跟踪他。程在刚步入屋内，突然发现有人推着老会长，家里的监控一直在记录着这一切。这时候老会长突然病发，对方赶紧想到抽屉拿药，结果一看啥也没有，只能跑到车里去找药，不料车里的药已经被人动过了。看着老会长痛苦的样子，对方赶紧给他打了一针。老会长的动作突然变得很怪，外面的程在看到这一幕心里有数了。看到老会长被注射后的样子，颜珠看不下去了，而老会长的大儿子却在注意颜珠的反应，显然这是他们俩的阴谋。程在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他们是在害老爷子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颜珠也紧张起来。程在当然不想老会长有事，他还想弄清楚颜珠和他儿子的关系。这时都振宇恰好也到了，目睹了眼前的情况，两人通过眼神交流着。大儿子知道父亲已经去世，但奇怪的是，注射药物的人吓得双手发抖。到了晚上，颜珠找到文英求助，跟我住的老爷子死了，我爸因为给他打针涉嫌谋杀被抓了，麻烦你帮我爸辩护。文英好奇为什么要帮你爸，颜珠反问，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纠缠不放吗？你接这个案子，一切都会明明白白。于是他硬着头皮去见颜珠的爸爸，他也想看看颜珠到底有什么计划。当他见到那个人时，他彻底崩溃了，因为这人竟是他亲爸。记事起，爸爸总是隔一段时间深夜带他出去，但那一天，一个自称是爸爸朋友的人急着找他，他就带人去了新家，却不知这善行引发了一系列大乱。文英迷迷糊糊时，父亲告诉他，我一死你才能活。第二天警察果然发现了尸体，警察要他认尸，他几乎肯定那是爸爸。现在爸爸又出现，还以颜珠父亲的身份，甚至让自己做律师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想到这一幕颜珠等了很久，这只是颜珠计划的开始。女孩有个奇怪的病，从小就喜欢待在帐篷里，甚至喜欢让爸爸帮她用凤仙花染指甲。不是她傻，这样爸爸更注意她。缺少母爱的她，爸爸是她的一切。那天爸爸给了她100大洋，说他晚上要去老友家，路远，如果回不来，明早自己买早餐去学校。女儿虽然应承，但还是希望等爸爸回来一起拆凤仙花。她不知道这一走爸爸就再也没回来。几天过去了，父亲还是没有回来。她想把手上的凤仙花拆掉，
但又怕违背和父亲的约定，所以又等了几天。家里的食物都已经吃完了，爸爸还是没有出现。他觉得父亲像妈妈一样，也抛弃了他。那一刻，他非常恨父亲，他发誓要尽快长大，总有一天要亲自问父亲：如果你不打算回来，就不应该答应我。等到长大后的某一天，他发现了父亲的身份证，但持证人不是他。他找到了那个盗用父亲身份的人，虽然打了他一顿，但这并不能消解他心中的恨。于是，他开始后悔当初只知道恨父亲，却没有去找他，结果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人。当时，警方根据尸体身上的证件，让一个女孩来认尸。女孩只看了一眼，就确认那是她的父亲。17岁的她其实还不太懂，但父亲在她昨晚睡前告诉她，明天你要去认尸，告诉警方那具尸体是我爸爸，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为了报复父母，他不择手段，甚至让这个所谓的父亲成了杀人犯，还让他的女儿成了辩护律师，让他们在监狱里见面。女儿这才明白，这10几年来父亲的经历，他一直在用颜珠父亲的身份生活。文英很清楚这一点，颜珠这是在报复他们，想让当年的事浮出水面。但奇怪的是，颜珠让文英帮他爸爸辩护，越来越弄不懂颜珠了。同时作为目击证人，在警局录口供时，随手翻看了犯人的资料，没想到这个人竟是颜珠的父亲，还让他的妻子做辩护律师。虽然感觉事情有点不对，但他突然有了一个坏主意。他决定去看看监狱里的颜珠父亲。他先问他：你女儿有没有跟你提过我们的事？得知没有后，他第一反应是你们关系不亲近。他这么问，是想挑拨他们父女的关系。然后他说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我知道你没杀人的意图，而且那些药都是颜珠准备的，我可以为你作证，只要你帮我说句话，我就能帮你摆脱杀人嫌疑。你只要告诉警方，是你女儿让你这么做的。那男人冷笑一声，以为他不信任自己，于是告诉他，我妻子是你的辩护律师，你大可放心，我站在你这边，保证你安全无事。看到自己的女婿这副德行，那位大叔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，这让程在越来越觉得，我在哪儿见过这位大叔，担心颜珠不知道有人暗中害他。文英告诉他，她老公昨天去见了他父亲。你想让我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你头上？颜珠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这就是你老公平常的作风。表面上颜珠似乎不在意，其实她心里清楚。这番话让颜珠坐立不安。女人一回到家就感觉家里气氛不对劲，地上竟然还有一双男鞋。她本能地抓起旁边的雨伞，如果有人冲过来，她绝对会用伞刺穿对方的肚子。没想到竟然是她自己的老公。要知道，这个渣男一直住在隔壁那个漂亮女人家里，而这次老公回家，果然发现了妻子的秘密。一张照片就足以证明他妻子的不简单。他把照片揉成一团扔向妻子，怒斥他表演得够好的，你父亲根本没死，你当时还假装伤心到想不开，我以为你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，好心把你带回家，甚至求我父母帮你还债。我父亲二话不说就帮你还了钱，我以为你是太激动而没表情，没想到你他妈全在演戏。你瞒了这么久不累吗？我以为我已经够坏，没想到你比我还坏。文英感觉自己必须加快行动，眼前这家伙看来要做出疯狂的事。第二天，他立刻找到父亲，告诉父亲自己以前的绰号叫金刚狼，我会坚守自己的理念和良心进行辩护，而且你的真实身份迟早会暴露，颜珠肯定也已经想好了下一步，所以我只想知道当年的真相。你真的杀了颜珠的父亲吗？出来后，文英心情复杂，父亲的回答是他确实没杀那人。文英一回到家就跪在邻居门前，这一跪不只是为了父亲，也为自己的无知跪下，这样才明白为什么颜珠那么恨他们。原来颜珠的爸爸和他父亲曾一起喝酒，喝完后不久，两人在屋外开始争执，颜珠的爸要他还钱，最后把他带到悬崖边。两人争执中，颜珠的爸无甚狡猾，从悬崖上掉了下去。那天还是雷雨交加，从那高度掉下去几乎必死无疑，他还是冒雨到悬崖去找。颜珠的父亲还没断气，他本来想上前救人，但想到一生的债务和治疗费，他负担不起。他看着湍急的河流，心生一计。他拿出自己的钱包，放在颜珠父亲身上，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等待潮水上涨，让尸体在水中浸泡，以至于尸体难以辨认。虽然他父亲没直接杀人，但这种不作为也等于害死了人。那时他才17岁，不懂事，只记得父亲说第二天要去认尸，让他说尸体是他爸，所以颜珠恨他们也是情有可原。但她老公现在更恨他们，感觉他们一家都被愚弄了，被自家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虽然心里有恨，
程在最关心的还是和颜珠一起搞到的那800亿，那笔钱现在还在皇太珠的空客公司里，我得在颜珠之前抢到那笔钱。只要颜珠进了监狱，那800亿就归他了。知道程仔为了钱要害他，他也不绕弯子，安排程仔当目击证人，到法庭上就说亲眼目睹我父亲杀死了老会长。程仔直言不讳，你一开始接近我就有目的，只是想利用我来对付文英，报复的跳板而已。所以你真正的目的不是那800亿对吗？颜珠承认对钱没兴趣，但如果你在法庭上帮我作证，让那老家伙坐牢，我就把委托书给你，你自己去拿800亿。案件很快就正式开庭了，但出乎意料，作为辩护律师的文英开庭就承认，被告何在洲确实杀了崔武元，也承认所有的罪行。这结果让颜珠大吃一惊，更没想到，文英指出何在洲的身份有误，坐在我旁边的被告是我父亲罗锡珍，他冒用了已故何在洲的身份。颜珠此刻不知该笑还是哭，但他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实际上，开庭前父女已经商量好，尽管父亲没杀死会长，但颜珠早就设好了圈套。如果我一开始就辩你无罪，颜珠肯定会推翻，让我们变成凶手。这次就当是为之前逃跑付出的代价。听着文英阐述当初的案情，并真诚的道歉，颜珠却是怒气冲冲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做出了一个很不得体的动作。女孩像平常一样放学回家，没想到邻居阿姨突然来找她。看着阿姨那表情，女孩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，因为她很清楚，眼前这位阿姨其实心机深重。果不其然，这个狼心狗肺的阿姨给她送来了甜点。以前她早就高兴地接过，那天晚上她亲眼看到爸爸在阿姨家里，碰巧那天窗帘没拉上，正好被她看到了。她终于明白爸爸这段时间的异样，没想到阿姨会主动来表态。她说她不会介入我们家，但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，那贼眉鼠眼的样子让女孩更警觉。她推翻了甜点，跑到另一个教室躲了起来，还用脚狠狠地踩着地上的甜点，好像在踩那个女人似的。其实那女人心里也很气愤，原来在法庭上，她本想好好教训这对父母，没想到文英当庭揭穿了一切，旁边的委托人竟是他自己的父亲，25年前曾让他朋友坠崖，最近又因医疗事故导致某人死亡，他们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，这样简单就要结束这件事。颜珠有些无法接受，他转过头怒斥起来，我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你们。文英一回家，颜珠已经在等他。文英试图劝他放下20年的恩怨，好好生活，他们会接受法院的判决。颜珠听着仿佛听到了笑话，让他忍受20年的痛苦，就用法庭上5分钟的时间轻易翻篇。文英问他到底想要什么，没想到颜珠只希望文英也变得孤独，变成一个没有亲人的人。你的丈夫不是已经被我夺走了吗？接下来轮到你的女儿了。文英非常着急，他警告他不许伤害他的女儿小春，但这样的警告对疯子毫无作用。文英赶到教室去接女儿，发现地上的甜点洒了一地，他慌了，不再责骂。文英吓坏了，问女儿为什么一个人躲着，这下坏了妈妈。女儿坦白说邻居阿姨给她送了甜点，但她没有理会，她说那个人是抢走她爸爸的坏人。文英不得不对颜珠更加警惕，她绝不能让女儿受到任何伤害。但她没想到的是，她的丈夫拿到了颜珠给她的委托书，在确认真伪之后，她了解到只要意愿坚定，就可以在瑞士提取那笔800亿资金。于是她发信息给女儿，问她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去奶奶家生活。之后她让奶奶带小春先去瑞士，她会稍后过去和他们会合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颜珠一直在搅局，总是出其不意。她私下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暂停了金信物产和车雄律师共同推进的度假村项目。民众对项目中断感到非常愤怒，他们质问谁来补偿他们的损失，不能因为老会长去世就不负任何责任。看着民众愈发愤怒，颜珠反而更加高兴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公众，并让所有的怒火都向车雄基金会倾泻。文英很快就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提醒她要小心，可能会有人闹到你家来。于是他们开始分析情况，原来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建度假村，只是借度假村的名义挪用资金，现在计划全盘推翻。一方面可以进行贪污，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打垮对手。他们一回到家，就看到门口被乱涂乱画，还有各种恐吓的言语。幸亏他们有所准备，文英告诉女儿不用害怕，我们都是律师，偶尔有人生气很正常。然后他问女儿是否要搬家，女儿竟然把这事告诉了他爸爸。爸爸本来还在准备去国外，突然接到女儿说要搬家的消息，这让爸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坚决不让女儿跟着文英走，因为颜珠没有跟上级报备，结果搞得上级非常生气。上级质问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，
这种时候提出搬家，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？但颜珠早有准备，他递给上司一个 U 盘，里面有他所有的犯罪证据。这只是一个副本，真正的证据在我这里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你做了过分的事，你也得忍着。崔浩直没想到，最终被自己的下属算计了，但颜珠自己也不知道，惹上崔浩直真是犯了大错。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女儿被人带走，他却束手无策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连旁边的白警察也无能为力。谁让他是这样的爸爸呢？作为母亲的她立刻明白了，她气冲冲跑到邻居家，没想到婆婆居然在那里偷看文英，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绝。婆婆还假装是为了孙女好，文英马上就明白了，立刻把怒火指向女邻居，一把抓住她，差点动手。这婆婆还真是的，居然帮外人对付自己儿媳，被儿媳气愤地甩开。这都是因为女儿发来的短信，说他们要搬家了。父亲原本就打算带孩子出国，这下他得赶在文英前面，把女儿带回来。颜珠给了一个主意，让他们以律师事务所受骚扰为由，把孩子接回来。奶奶果然向儿童机构申请了，这招还真挺有效。颜珠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让文英难受，现在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文英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上去就是一个耳光。可是颜珠的脾气更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人很快就被带到警局。这老公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在警察面前说是妻子先动手，都是因为老公那句话。警方最终做出了判决，因为事务所的问题，加上他的脾气问题，孩子不能留在他身边。在此期间，他不能探望或联系孩子。有了这个判决后，丈夫可以加快行动了。晚上，父亲急忙告诉你，国外的学校非常不错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切。你和奶奶明天先走，我1-2天后就到国外找你。女儿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她心里很清楚，这意味着她要离开妈妈了。母亲哭得非常伤心，看不见振宇，还不能联系她，告诉她不要急，可以用手机联系。文英只能含泪给女儿发信息，告诉她我会把你接过来。她连夜查找资料，反驳奶奶，认为奶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。但没想到，女儿已经在准备和奶奶一起出国，担心女儿会反悔。父亲向她保证那是最好的学校，女儿表面上同意了，但心里已经在想对策。刚到机场，女孩说要上厕所，其实她是想发信息给妈妈。奶奶在门外不停催促，飞机快起飞了，她赶紧发完信息。女孩装作一切正常。母亲得知消息，立刻赶往机场，但到了那里一无所获。她越找越急，也明白她最终没能赶上和女儿告别的机会。回到家后，振宇展示了小川拍的照片给大家看，这意味着小川他们将来这所学校。闺蜜不得不佩服小川的聪明，真是聪明过人，即便孩子在国外也能知道他的位置。文英突然冷静了下来，觉得这样也不错，这样她可以更专心去应对老公和邻居颜珠的问题。现在她已经有了应对的计划，最多3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现在她要从颜珠这里着手。海德终于有了转机，文英带着成功的步伐找到了狡猾的崔浩直，很明显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。得知女儿被奶奶带出国后，她就知道老公很快也会跟去。果不其然，老公正在打包行李，准备乘坐飞往瑞士的飞机。关键时刻，白景装作偶然遇见他，表现得很淡定，还反问他这次用的是谁的名字出国，肯定不会用皇太珠的名字了吧。车程在大声斥责一名警察，质问他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出国。没想到检察官突然向他提起公诉，因为被他打过的皇太珠现在失踪了，跟他有很大关系。简单说，这是文英的计划之一，阻止车承载出国。因为承载的父亲心虚了，销毁了关于皇太珠的资料。事务所负责人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小心备份了所有资料，然后交给了文英。文英知道他的选择是对的，虽然皇太珠已经去世，但他还有一个亲弟弟。如果那具烧焦的尸体是他弟弟的，就能确定是车承载杀的。虽然现在是嫌疑人不能出国，但承载还没放弃。他去找颜珠，开始先责怪他，用甜言蜜语把他忽悠得团团转。你把我当成复仇的工具，我却落得这个下场。你不在乎钱，但我可舍不得那800亿。颜珠提醒他要抓紧时间。DNA 分析结果1周后就出来了。承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颜珠笑着说，你不会不知道吧。承载虽然嘴上说文英不会这样对我，但他还是急忙去找。一到家就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文英让他别找了，所有资料我都交给检察厅了。老公一边骂他，一边要大义灭亲，边骂边把家里砸得一团糟。但没想到，这次真的把承载逼到了绝路上。颜珠回到家，突然觉得不妙，发现门窗被砸烂，她赶紧上楼，
看到密码箱被打开了，他感到头皮发麻。你要知道，箱子里有控制崔浩植的材料，只要按下回车键，崔代表的人生就毁了。但没想到，这东西竟然被人一把抓走了。看到这，颜珠都快疯了。他现在还能怎么办？原来是文英在这里装了监控，能这么顺利装上监控，多亏了颜珠身边的助理。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因此颜珠找到了证据，是他的助理陷害了他父亲。我父亲现在被关在牢里，都是因为你提供的那种有问题的药，导致老会长的死亡。我只要拿出医生的处方，加上你取药的视频，你就得在监狱里待一辈子。这样助理只能妥协。文英帮崔会长拿到把柄，正是为了借力打力。如果崔会长不再被颜珠控制，颜珠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。颜珠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末路已经到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做最后的挣扎。在挣扎之前，他去牢里见了文英的父亲，告诉他，你的女儿因为你现在活得比死还难受，老公不要她了，女儿也被带到国外去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意思就是你活着只会给他们添麻烦。然后他匆忙想回家拿护照准备离开，但当他到家门口时，他突然发现家里不对劲，门不应该是开着的。于是他悄悄上楼，想看看到底是谁进了他家。没想到是他自己的助理，正在快速地拿走保险箱里的东西。他非常生气，没想到助理做得更过分，把护照撕了，这意味着他根本无法出国了。这正中了颜珠的死穴，他立刻抓起旁边的刀，迅速向他冲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朝助理的脖子刺过去。助理临死前都没想到颜珠会这么狠。这时候程仔竟然打来电话，问他在哪儿。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这就去找你。女人泰然自若地洗了个澡出来，男人却吓得说不出话来。要知道地上还躺着一个已经断气的人，只有短短3秒钟的惊恐。程仔示意我们赶紧走，再不走你这辈子就得在牢里过。其实程仔是担心颜珠被抓，他们共同管理的黄泰珠账号会被冻结，于是假装劝颜珠和他一起立刻出国。他已经找好了一艘偷渡船，晚上10点我们就能离开这里。很快颜珠就被程仔带到了偷渡船上。这时颜珠突然看到公司的货物箱，他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果不其然，程仔不是好人。为了确保自己能成功偷渡，他跟崔浩志进行了谈判，只要你帮我到瑞士，我就帮你悄无声息地解决问题。颜珠崔浩植也不是傻子，居然想到瑞士取走我800亿的贪污款，还让我帮忙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程在直言不讳，这800亿我不取了，直接充公，你崔会长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直到崔会长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外加分成5-5，我送你去瑞士。颜珠这时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，程仔已经对他动手了。就在程仔给他最后一击时，被人一脚踢倒。文英赶到的正是时候，如果不是文英偷偷装了监控，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这里。但颜珠却没有表示感谢，反而问他收到大礼没。就在这时候，文英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得知父亲在监狱自杀，还在抢救。文英立刻明白颜珠对他爸做了什么。颜珠还在那咒骂，这种人还值得抢救吗？文英想要用法律来惩罚颜珠，他虽然不能动手，但还是奋力反抗，一拳就把振宇打倒在地。然后他向颜珠冲了过去，眼里满是杀意。文英对她老公说，醒醒吧，别再犯错了。但程仔还是让文英让开。文英不但没让开，反而站在颜珠前面保护她。这时候振宇也慢慢走了过来。颜珠下定决心，然后和文英一起跳进了江里。振宇二话不说也跳下去救人。程仔腿一软，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。幸好警方及时找到他们，他们已经安全上岸，只有颜珠还在昏迷中，但他逃不过牢狱之灾。与此同时，程仔已经到了瑞士银行，他顺利签下了黄泰珠的名字，审核一过就能取出账户里的800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找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与黄泰珠的弟弟的 DNA 进行了比对，结果证实死者确实是黄泰珠。有了这份报告，可以通知国际刑警跨国行动了。瑞士这边已经通过审核，不用盖章了，这意味着可以提现了。就在这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于是职员想要确认，先生，请问您真是黄泰珠吗？程仔感到心慌意乱，他假装说护照放在车上，我去取一下。他心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，一出门他就迅速逃跑，随后给崔会长打了电话，焦急地问接下来怎么办。现在那笔钱谁也拿不到了。电话那头虽然说可惜，但还是告诉他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叫他好好接收这份旧账。转身一看，发现3个壮汉正向他走来，他有不好的预感，但一切已经太迟。一群人显然不打算给他留活路，他很快就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如果不是警方恰好路过，
程在的命可能就丢这儿了。虽然得到了及时救治，程在现在成了植物人，状态严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她的余生将在牢房中度过。文英从婆婆那里接回了女儿，因为婆婆协助儿子涉嫌杀人被逮捕。可怜的妈妈此时还不知道儿子这辈子都叫不出一声妈。文英的父亲大难不死，还多了个外孙女。文英终于松了口气，尽管她已经处理了所有事情，但不知为何心里还是觉得有些空虚。但她清楚一点，走的路是自己选择的，也许这是上天给她的重新开始的机会，她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